上一次老师出了回家作业给大家，要大家回去想想，在实验当中由不同玻片标本比较出的构造名称为何，并且请大家对照课本上找找它的功能又是什么，在下堂课的时候上台解说给大家听。回到家以后，狐狸猫认真的在做作业，他拿出了实验记录簿与课本，认真比对上课观察到的各个构造名称与功能。像是细胞核的功能是储存遗传物质，而在细胞的最外面有一层保护用的细胞膜，在细胞内有呈现胶状的细胞质，以及在植物细胞中还有坚硬的细胞壁，还有用来行光合作用的叶绿体等等。课本看到这里，狐狸猫开始觉得昏头了，他觉得细胞的构造好像有一点抽象。他想了一会儿，也想不出什么好方法来介绍细胞的构造。就这样，到了吃晚餐的时候，狐狸猫看到电视节目正在介绍一间做食品罐头的工厂。在这一瞬间，他有了灵感。他把动物细胞跟植物细胞都分别想象成一间运作良好的工厂。于是，狐狸猫踏上了他脑海中的幻想之旅。他的脑中出现2个分隔画面，一边是动物细胞，一边是植物细胞。喂，麦克风测试1、2、3。好的，这里是狐狸猫以及李黎记者在植物细胞及动物细胞工厂的特别报道。为什么这2间工厂的产品会有这么好的销售量呢？是不是他们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今天就让我们来一探究竟吧。在走进工厂之前，首先我们看到的是这2间工厂都有一层最基本的薄墙壁，还都有警卫在站岗管控人员的进出，就像细胞最外层的细胞膜。细胞膜能控制物质的进出，是细胞的门户哦。而在植物细胞工厂的外面，还有一层环绕360度、更厚更坚硬的保护墙，也就是植物细胞的细胞壁。这就是动物细胞以及植物细胞的差别。植物细胞除了具有细胞膜，在细胞膜外还会有细胞壁，而且由于植物的细胞壁是由坚硬的纤维素所组成的，因此植物的细胞比起动物细胞来说，看起来的形状是比较规则、有棱有角的哦。在这里想考考大家，请问细胞壁的相关叙述何者错误呢？ A. 动植物细胞都有细胞壁。 B. 有细胞壁的细胞外形会比较规则。再来跟着我们一起走进工厂里面吧。你会发现2间工厂里面都有许多的实验室，就像是细胞质是许多化学反应进行的场所，而且它里面遍布着各项的微小构造，这些构造都会在适合它们的地方运作哦。在这些工厂的核心区域，有一间豪华的董事长办公室，所有的命令都是从这边下达的哦。就好比在细胞的核心区里面的球形构造称为细胞核，其中包含了遗传物质，它就是细胞的生命中枢，是细胞的核心哦。这些实验室有些能够独立运作，但是大多数的实验室都是需要互相合作的诶。对啊，而且这些实验室的运作通常都是环环相扣的，大部分都是从董事长办公室里面发出命令，然后再一层一层的往下运作哦。李黎，你知道更厉害的是什么吗？就是这2间工厂居然都有自己的发电机耶！而这种具有发电功能的构造，在细胞里面我们称作粒线体。粒线体是一个椭圆形的构造，细胞会在这里分解养分，并且产生能量。而每间工厂都会有暂时储存养分以及垃圾的仓库，在细胞内我们称它为液胞。液胞内含有很多水分，可以暂时储存养分以及代谢废物，像是糖、脂肪等等。尤其在植物细胞内的液胞，它的体积远比在动物细胞内的液胞来得大哦。而这些植物的大液胞和外围的细胞壁一起让没有骨骼的植物也能够直挺挺的生长哦。
最后，这2间工厂最大的不同地方在于，有一间工厂有自己生产养分的部门，就是植物细胞当中的叶绿体。叶绿体是一种绿色的小构造，里面含有叶绿素，可以进行光合作用，制造养分哦。植物因为有叶绿体，能够自己生产养分。那请问制造养分的能量来源是什么呢？ A. 空气 B. 阳光。叶绿体能行光合作用制造养分，而这边指的光合作用，就是利用太阳的光能来转化成细胞所需的养分哦。以上就是这2间工厂的特别介绍。李黎，你有什么结论吗？有，原来这2间工厂能够成功，都有一套类似的运作模式诶。啊，你竟然把我想讲的话讲掉了，那我只好跟观众说，下次再见喽。这是狐狸猫李黎为您带来的特别报道，请台上的同学们给予狐狸猫跟李黎热烈的掌声。我觉得他们介绍的太精彩了，大家都要向他们看齐哦。请问以下选项何者错误？ A. 细胞的生命中枢是细胞核。 B. 细胞的发电机是粒线体。 C. 动物细胞具有细胞壁。在下课前，老师帮大家做个简单的总结。动物及植物细胞都有控制物质进出的细胞膜，都含有各种构造的细胞质，还有内含遗传物质的细胞核，以及细胞的发电机粒线体。最后则是储存养分与废物的叶胞。而在植物细胞当中，则多了由纤维素所组成的细胞壁，以及能够行光合作用的叶绿体。在这里提醒大家，细胞的构造是生物学的基础，建议大家要多看几次才能够学以致用哦。最后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之前我们观察了细胞的外形，那你觉得细胞之所以会有这么多不一样的外形，是什么原因呢？如果你有答案，欢迎留言在影片下方。那我们下次再见喽。